抗癌实锤、柳叶刀，这3种运动的性价比最高，不是跑步。王叔在工作的时候比较忙，没太多的时间照顾自己的身体。退休之后，终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。还好平时没有什么坏习惯，身体还算好。但是现在王叔也已经65岁了，他觉得要是不注意一下，难免之后会得什么大病，所以就开始研究养生。他尤其注重运动，每天都出去散步。因为看到网上说运动可以提高免疫力，让身体更好，还能抗癌。其实运动抗癌实锤，其中有3种运动的性价比很高，是哪3种呢？一、长期运动身体有哪些变化？一直以来我们都有强调，运动是有益于身体健康的一件事，可以增强体质，提高身体免疫力，但是很多人觉得运动了好像没什么变化。其实关于运动这件事，是需要坚持才会有效果的一件事。长期坚持运动，身体是会有很明显的变化。那么具体是哪些变化呢？长期坚持锻炼，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是感觉自己的状态更好了。这个状态可以是很多方面，比如即使是每天上班，也不觉得自己特别疲惫了，身体仿佛在锻炼中变得更加轻松了，在处理事情上有更快的反应了。其实总结一句话，就是个人的精力要更加的旺盛了，起码要比没有运动的时候旺盛很多。在这样的状态中，工作和生活都会变得轻松很多。还有很多的有比较明显的感觉，是上楼或者是搬运一些东西的时候不会气喘吁吁了。这个表现说明在心肺功能方面也有大的变化。我们的心脏主要是承载着泵血的功能，一旦心肺功能减弱了，血液循环不顺畅，就会导致输送氧气的能力变弱。这时候干点什么就会觉得很累，也会力不从心。对于一些中老年的朋友来说，心肺功能加强是有利于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。再者，坚持锻炼的话，身体的各项指标也会趋于正常，降低了患有慢性疾病的风险，像是和很多人会有高血脂、脂肪肝的问题，而这些慢性疾病通常都是伴随着肥胖的。坚持运动有利于体重的控制，让血脂得到控制，也可以有效的控制体重，防止慢性疾病的发生。尤其是对于一些中老年朋友，坚持运动可以有效的预防心脑血管疾病，也可以让病情得到稳定。最后一点，坚持运动是可以让睡眠变得更好。其实很多人都有这个感觉，运动一次就明显的发现自己的睡得快，也睡得很好了。其中的原理是在运动的时候，大脑会分泌一种物质，叫做内啡肽。这种物质的存在是可以使人变得更加的放松，身心愉悦的。在轻松的状态中就有利于睡眠，而且运动的时间和强度是合适的，就可以使人的睡眠质量提高，主要是针对深度睡眠。睡眠变好了，可以预防很多的身体问题，对于各个年龄的人都是如此。以上就是坚持运动身体会发生的一些明显的变化，最终的结果其实是身体变得更加健康了，同时生活也变得更加轻松了。而关于运动也有一个说法是运动抗癌，而且已经得到了证实，这具体是怎么回事呢？二，这3种运动的性价比最高。其实关于运动抗癌这件事情，在世界顶级医学期刊《美国医学杂志》当中就有发表过相关的研究结论。在这项试验当中，选取了144万平均年龄在59岁的人进行18年的随访，最终所得出的结论是，通过运动可以降低13种癌症患病的几率，而有我们常见的癌症，比如肝癌的风险可以下降 27%， 肺癌的风险可以下降 26%， 乳腺癌的风险能够下降 10%。除此之外，在国际顶尖肿瘤学期刊中也有发表过相关的研究结论。我们如果能够做有氧运动，有氧运动是可以使免疫系统进入重新编程的过程，从而使癌细胞生长被抑制。也就是说，运动的过程能够使身体的免疫力增强，抑制肿瘤细胞的能力就会变强。而说起运动，大多数人都会想到散步或者是跑步，尤其是对中老年人来说，大多数人认为散步是最佳的选择。但是在柳叶刀当中明确指出，有3种运动是性价比最高的，如果能够长期坚持下去的话，对身体更有益处，抗癌的效果也会更好。一、游泳。第1种就是游泳。
坚持游泳最大的作用是可以使心肺的功能得到改善，除此以外，能够让血液循环变得更好，也有利于预防心脑血管疾病。长期坚持游泳，全因死亡率可以降低28%，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概率了。而且参加游泳对各年龄段的人群都是比较友好的。不过很多中老年朋友想要游泳的话，需要先咨询一下医生，看一下自己的身体情况再进行选择。在游泳的过程中，身体会分泌多巴胺，从而达到抑制肿瘤细胞的作用。不过想要游泳的话，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，量力而行。就像过了60岁之后的人，不能天天游泳，隔1天1次或者是2天1次效果最佳。千万不能够强迫自己。挥拍类运动。第二种是挥拍类运动，也就是指羽毛球或者是乒乓球和网球等等。这些运动很多人都容易忽略掉，因为觉得技巧性比较强，想要短时间内完全掌握是不可能的。其实像羽毛球是最常见的，而且学起来也比较容易，很多年轻人大学的课程当中也有，所以想要学起来是比较简单的。而且挥拍类的运动可以使全因死亡风险降低47%，因为这种类型的运动可以让全身的肌肉都跟着动起来，也能够让身体变得更加协调。除了心肺功能有所提升之外，也有利于大脑的运动，既可以保护心血管，又可以让全身变得更加健康。室内有氧运动。第三种就是室内有氧运动。室内有氧运动其实比较考验技巧，就像很多女性特别喜欢的瑜伽和舞蹈。这种类型的运动其特点也是调动了全身的肌肉，并且考验其柔韧性。在这个过程中，血液循环加快了，心肺功能也会有所提升。像瑜伽看着比较简单，但是真正的想要把动作做到位，就是比较困难了。而且运动量是刚刚合适的，做室内有氧运动全因死亡率可以降低27%。所以综合以上这3种运动，属于性价比比较高的，长期坚持下去可以让健康变得更好，而且花费的时间不多，就能够见到好的成果。通常情况下，建议每天锻炼45到60分钟左右，每周锻炼3到5天，这是比较适合大众的次数。而对于中老年朋友，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酌情考虑。但是真的想做到有效果，还是要坚持下去，无论是哪一个年龄段的人，运动是要坚持才能够见到成果的，而且身体的健康情况会变得越来越好，整个人也会变得轻松很多。不过运动锻炼也有需要注意的事情，现在有很多的中老年人注意养生，在运动这方面非常的执着，以至于陷入到运动误区当中。锻炼身体注意这些事。热身。首先要考虑到运动之前一定要热身，身体处于平缓的状态，完全没有拉伸开，直接就运动的话，很有可能会导致受到冲击力，从而增加身体各处受伤的风险。所以无论做什么运动，在此之前都要做一些缓慢的热身运动，这样可以更快的进入状态。通常情况下，将热身的时间控制在5到10分钟左右。关注心率变化。另外，在运动的过程当中，还要注意自己的心率有没有巨大的变化。对于一些中老年朋友来说，刚开始运动的时候，心肺可能承受不了那么大的强度，就有可能出现心率过快的问题。一旦出现这种情况，应该立马停止，因为这种大的波动对于心脏来说是一定的负担。而对于年轻人来说，运动的时候同样也要注意心率的变化，防止出现心脏类的疾病，想要救可能都来不及了。运动后不要立刻喝水。在运动过后，尽量不要马上喝水，其实这已经是一个常识了。因为剧烈运动之后，身体会出很多的汗，一旦这时候喝水，就会造成血液中的渗透压降低，这导致身体的水盐代谢平衡被破坏，人的正常生理功能也就会出现问题，可能会造成肌肉痉挛，甚至是心跳加速，对肺部也会产生一定的伤害。总结，一直以来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认知，就是运动对身体确实是健康的，但是很少有人能够长期坚持下去。对于运动过的人应该都知道，在经过一段时间运动之后，身体会有明显的变化，尤其是心肺功能和身体素质方面。其实从长远的角度来看，长期坚持运动还有抗癌的效果。
能够很大程度上降低患常见癌症的风险。尤其是现在每年患癌的人数都在增加，比如常见的肺癌、肝癌，还有乳腺癌。如果能够坚持运动，那么患癌症的几率就会降低，既可以省了不少钱，又可以免受折磨。所以平时我们还是要动起来。其中最有性价比的3种运动就是挥拍类运动、游泳以及室内有氧运动。选择一样坚持下去，一段时间过后就会有明显的效果了。